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这个上合峰会啊，莫迪他已经也抵达了，他是在30号的时候抵达天津，他要到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要参加这个活动。那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歌舞表演呢，在这个机场啊是热烈的欢迎。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莫迪哦，睽违7年哦，来访问中国大陆。当然呢，大家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场呢，其实有很多的歌舞盛大的来欢迎莫迪，就是呢要来展现说这个欢迎来访的宾客。那同时呢，这个中国艺术家的表演哦，他是演绎了印度的歌舞哦，这也是希望呢展现出中国这一次非常大的一个诚意哦。那莫迪呢，就是在酒店当中，也就饭店当中呢，他看到的这个表演哦。不过呢，除了表演之外，我们当然还是要来细细的讨论背后的隐含的意思哦。因为呢，这莫迪呢，他随即哦也发了文，他说呢，他在天津受到很多这个欢迎。那当然呢，他就抛出了这个部分的片段之外呢，他也强调说，两国能够保持稳定跟友好的双边关系哦，这对亚洲甚至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有一位印度的主播随行的时候呢，他也大赞了这个上合会，我们带你来听一下。And by hosting the summit here, Beijing wants to send a message that a city once occupied by the West is now being used as a stage to challenge the Western-led global order. Each concession brought with it a piece of another country, all planted on Chinese soil. That is no longer the case today. These buildings are now firmly in Chinese hands. The streets are lined with Chinese shops and cafes. Modern-day Chinese coffee and food chains now operate from colonial buildings. They represent today's China,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d a force to reckon with. That is a message that Xi Jinping wants to send, as the host of the SCO summit. 好，可以看到印度的这个主播呢是大赞上合会，而同时上合会还包含了像是这个普京，他也率领了代表团一起抵达了天津哦。好，那这是当然说在现场呢，大家很关注就是所谓的习普会、普默会哦，好多个双多边的活动，会不会也一起来讨论到更多的内容？那当然呢，我们看到哦，这一次呢，普京哦，他抵达了天津之后哦，同样也是呢盛大的迎接。你看现场呢是有包含了3个副总理啊，10多位的部长和各大企业代表团他们组成了一个代表团，一起来出访这一次的这个上合峰会哦。那当然也预料说啊，可能除了这个政治上的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不同的层面都可以来进行讨论。不过这一次呢，当然整个行程来看到哦，就是也被披露出来，因为俄罗斯的总统助理呢就说，这一次很难得哦，普京呢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呢是有4天，所以呢他说这么长，已经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状况了。而且他也透露说，这一次普京会会面不少的外国领导人。好，普京自己呢也说从2021年以来，俄中的贸易额也持续的在成长当中，所以在双边贸易的规模上呢，中国无疑是俄罗斯第1大的贸易伙伴国。那他也强调说，在经济方面呢，俄中已经是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准了，两国间结算几乎已经完全就可以转向本币了。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啊，这个中国2大邻国呢，也就是刚刚讲的印度跟这个俄罗斯呢，都来靠拢了。上合峰会是不是也变成是一个俄印之间来表态抗美的平台呢？因为呢，这个分析也认为说，习近平正试图要透过这个峰会来向美国展示说，我们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哦。尽管说，当然大家还是有各自的盘算，但是这个峰会呢，是他们表态说我们要突破被孤立或者是抗衡美国的一个重要平台。那就连 CNN 也说呢，这是一个亚洲的新局势哦，因为呢，亚洲的3巨头俄罗斯、印度跟中国领导人这一次齐聚在上海。华府智库主任就谈到说，美国或许不在这个会议桌上，但是美国身影当然还是会始终存在，因为会持续的被讨论。那另外耶鲁大学的讲师呢也提到说，峰会上大家可能谈论最多的当然还是
就是有关于美国的关税啊，以及这个相关的政策哦。那川普过去他怎么形容印度呢？他说这是死气沉沉的经济体哦。这样的说法呢，彻底颠覆了美国常年经营印度，那把它当作是一个抗中民主堡垒的一个战略哦。因为印度一定是超级不开心的嘛。那另外是呢，这个习近平呢也有提到说，这对比起来哦，他就说呢，中国大陆呢会变成大家多边主义的一个支柱哦。所以习近平就强调说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哦。所以他也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作用，而且强调说呢，中方将会是联合国可靠的合作伙伴呢。好，我们先请教介大使哦，这一次莫迪呢出席这个上合峰会啊，大家很关注说，这是不是也代表说美印的关系是悄悄生变？对，其实莫迪一直没有宣布他去上合组织参加这个会议。他公开宣布是在美国宣布给印度25%关税之后，然后呢，他就宣布他要去大陆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外面的解读就知道他在玩大陆牌。那事实上的话，很多时候你是不是真心的玩，还是说只是一个当做一个外交的一个筹码在玩啊？我想都不重要。那回过头来就看到，就说印度现在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跟中国大陆发展关系，它可能可以得到的有些什么东西啊？那印度其实莫迪跟这个传统的印度独立以后的领导人最大的不同，他是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的。在他之前的他这个印度的领导人都是以印度的主权独立完整，还有呢维持国家的基本领土的完整跟安全作为他们最重要的这个国家施政目标。这是因为印度本来就是一个内部来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组成，外部来讲的话，它也有很多外部的问题。可是莫迪他虽然继承了印度这些独立以来见过来的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可是他最重要，他是要发展印度的经济。也不可讳言的，在莫迪的这个执政以下，印度的经济看起来有相当蓬勃跟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呢，这次他跟美国的关系整个搞成以后事实上我觉得对莫迪这个政府来讲也形成对他来讲最强大的挑战，也就是他未来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他缺乏了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市场，也缺乏了一个可能会缺乏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技术来源，也会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外部的投资。那么所以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莫迪虽然看起来表面上是去打中国大陆牌，可是实际上的话，他应该是也希望在未来，尤其印度在经济发展上，在寻求外部市场，那么寻求技术的引进，寻求这个投资的来源，那么甚至印度整个国家甚至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参考的对象来讲，我想都会变成中国大陆会是他最好的选择。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莫迪他将来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心理的一个选项啦。那对于普丁来讲的话，那你知道俄乌战争现在已经打了3年半了左右那么还是在焦灼的状态，那么还是在怎么样，是俄罗斯整个国家目前最大的一个怎么样必须要克服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一开打的时候，其实普丁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大陆不会与他为敌，那么不会而且在经济上还是会用这个正常的关系跟他发展关系。所以在过去几年内，中俄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那么有很大的一个发展，那么中间的这些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中国大陆现在不仅是俄罗斯经济维持正常发展，甚至是它整个国家的安全很重要的一个外力的资源。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普丁这次要去4天，那么我觉得他心里也会想说，其实全世界大国里面，大概今天对俄罗斯对他本人最没有怀有敌意的话，就是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他会花4天在这里一定有很多他这个希望达成的目标。对，这个上合峰会现在是不是也变成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中俄印抗美的平台来？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上合峰会
上合峰会是一个结伴而不结盟的一个组织哈。什么叫做结盟呢？结盟类似北约或者以前华沙哈，那叫结盟，签订一个盟约，军事上面的同盟。有一个国家被打了，大家联合起来帮他一起跟着他一起去打哈，这叫结盟。那结伴就是大家用对话的方式哈，如果说是彼此之间需要用沟通的方式，或者是说用协助的方式，大概是一种类似这种类似这种，它原来是定位是在一种反恐的组织，因为大部分都是中亚地区的国家嘛。那这个地区来讲，事实上有很多的恐怖组织在这边活动，所以他们是希望说借着这种对话沟通来做反恐的动作。但是军事之外，这时候聚在一起，当然一定会讨论跟经济有关的，因为一个国家安全来讲的话，除了军事，经济上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另外来讲的话，这个民众的文化认同、心理上面也是很重要一个，确保一个国家这个地区的安全很重要几个因素在里面。那我们看一下俄罗斯来讲，这个从拜登时代就一直想要打一种牌，尤其是现在，这个川普来讲一直想打一个牌，就是联俄制中。我们看到他在阿拉斯加这么热情的招待这个普京就是联俄制中的态度很明显。但是这次普京到中国去参加上合会议，又去上天安门广场看阅兵。我觉得就破了川普这个局了大概你联俄制中这可能性不太大。那当然我们这边关注的是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很明显，包括莫迪，他事实上有人称他为骑墙莫迪就他经常这个走在一个钢索上面左右平衡希望获得最大的公约数。他跟中国事实上有很多的矛盾，譬如说边界的争议到现在没有解决譬如说是印度去参加QUAD组织四方安全，就是美国、澳洲、这个日本印度这4个国家联合在一起，那很明显的是针对中国。那在上个月，印度还派了海军去参加菲律宾的联合军演，还把布拉莫斯导弹卖给菲律宾。那你想想看，他对中国有没有敌意？当然有敌意。另外，我再举一个，上合组织在6月份的时候，他们防长先开会，那时候防长开会，印度因为被巴基斯坦揍了，干了5架飞机，他很生气，不高兴，他就不肯签这个会后的联合声明，所以大家把他骂成一个搅屎棍说印度是个搅屎棍，联合声明你不签。但是这次突然莫迪亲自来出席，上次防长的会议，他防长不肯签这会后的联合声明，但是这次来讲，居然莫迪在这种状况之下，到中国亲自来参加这上合组织。那我们的解读一定是说，这个印度来讲，因为关税的问题他们觉得被美国这样欺压欺负，当然他必须要有所表态。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当然希望龙象共舞啦。可是我相信中国对印度来讲的话，还是会在某一方面还是要保持有点戒心，因为印度老实说，并不是一个这种很可靠、很可信的国家。来，彬哥。莫迪当然，他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了，因为美国对他的关税，是他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他已经要全面对美国展开这些相关的抵制这些东西。可是恐怕收效有限，因为老实讲，印度卖去美国的这些东西，你说想要靠其他国家帮忙能够销售、能够消化这些商品，恐怕不太可能，因为没有什么其他国家能够做到这件事。因为如果可以销到其他国家，你早就卖过去了，也不用等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印度的经济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印度现在也不得不暂时缓和它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然后希望从中国大陆这边看是不是能够取得一些帮助。但是我觉得大陆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完全把印度当成非常好的朋友，双方彼此之间还是会有一些间隙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全世界都知道，印度是一直把中国大陆视为他的头号假想敌，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大陆的竞争对手。那更不要说两国之间还有领土上面的纠纷。那当然，印度也蛮会做的，像这个女主播这次一来说，哇，这个选在天津代表什么意义啊？说代表已经不再被西方强权霸凌了什么？我倒不觉得中国大陆选在天津有这些意义，我觉得这是他自己在想而已因为不然你选在上海不是意义更大？上海以前租界更多，对不对？天津是租界多，没有上海也是所以我觉得恐怕跟他想的不太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最近这几任总统一直在犯战略上的重大错误。拜登时期把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他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对手就是中国大陆跟俄国，
结果拜登居然让中国有结盟，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结果呢，现在川普上来之后，因为川普其实也不是单边主义，也不是多边主义，川普根本就是孤立主义，所以川普现在自绝于全世界，然后逼的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得不跟中国大陆结盟，包括印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战略做法。那当然，以川普的想法来讲，你们全世界都不是我美国的对手，你们都要向我美国下跪，所以他无所谓。可是，一直不断的去羞辱印度，真的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吗？他甚至还加码说：“我听说那个印度那次掉下来飞机不是5架是7架，被打得很惨的什么？然后你去这样去羞辱一个大国，对你真的是个好事吗？”所以我觉得川普的这种作为会得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其实现在美国一些智库已经开始在忧心了，因为他们觉得欧洲、印度，甚至中南美洲一些国家，现在都在开始跟中国大陆接触，未来可能会对美国造成无可挽救的错误。更多的国际焦点，我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啊，持续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哦。那当然呢，现在是不是很多的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呢？我们就来看到呢，川普现在的对等关税政策就被说是违法的，因为专家也认为说呢，在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陷入困惑的时间点呢，中国还在犹豫是不是要谈判让步，那日韩方面呢，则还没有签署书面的协议，所以呢，备课50%关税的印度，当然现在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个还有转圜的空间。那我们就看到呢，日本现在就是不是要翻桌了呢？因为他们说不满川普片面的要求，还要再加购更多的美国稻米。那东京方面认为说，这就是会牺牲我们的日本的农业啊。所以呢，是强烈的反对现在呢，谈判又进入到停滞状况了。还有是巴西现在也在启动说要对美国报复，而印度呢也在找寻盟友这些都是受到川普的关税政策影响非常大的一些国家。那印度呢更是强调说，我们绝对不会屈服，那最差我们也会开拓新的市场尤其是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川普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呢，是严重的重创了印度的制造业，甚至呢国内年轻的劳动力他们呢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数百万人的生计因此呢会受到非常大的威胁好，那除了川普自己的政策之外呢，美国的外交官是不是也川普上升了呢？因为最近屡屡爆发说惹毛了友邦的事件，像是丹麦的外交部呢，就因为格陵兰的问题召见了美国临时代办，另外是美国驻法大使呢也批评说马克宏打击犹太不利，还有是驻土耳其的大使要求记者安静的时候呢，就批评记者是像野兽一样所以呢，你看一周连续发生了3起。那除了是国际之间美国国内自己是不是也乱糟糟呢？因为现在芝加哥的市长就说呢，这个我们是阶段上不会有坦克的，所以要求联邦人员在室内行动的时候都要公开身份。所以他也直言说，川普动用军队进驻到城市，这已经是违宪而且是非法的，呼吁白宫立刻撤回这个计划。但是川普呢就指出说，芝加哥所这个州隶属的这个伊利诺州长普利兹克最近体重减轻看来呢也被形容说这是因为他要参加2028年的总统，所以呢他可能现在要开始健身要帮自己打造一个焕然一新的状况甚至呢还嘲笑他说呢，他实际上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健身房他说你在芝加哥自己犯罪问题上表现就是不佳所以呢你现在还在想后面的选举，但是你说好说要派驻国民兵，你是为了要打击犯罪嘛，这是川普所说的理由。结果呢竟然被踢爆说，这些从很多的不同的州调来华府支援的国民兵竟然在做的事情不是维持秩序，而是呢去当清洁工，像是在这个湖畔旁边的樱花树下扫树叶可是你
把这些国民兵调过来是要钱的。你看我们画面上就是会被拍到穿着国民兵制服的这些人他们同时也穿上了这个背心就在做事情不说还真的以为是清洁工因为呢还会弯腰在公园这边然后呢捡拾树叶拿着一个黑色的大垃圾袋就在里头找说哪边还要清洁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大动作说是要维护秩序，就搞半天是只是维护清洁、维护街头的整洁吗？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要成本的，因为一天就超过100万美元，这算下来是3000万的台币但是他们呢根本其实没有事情做，所以呢只好就开始捡垃圾了，假装好像有很多事情。好，那还有说呢，是有司法官员说你根本没办法批评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人竟然只是对这个国民卫兵也就是国民兵做出了一个不雅的手势啦，结果竟然呢这名司法部的官员就直接遭到开除了，而且呢还强调说不尊重执法人员的人，你就是不能够在司法部任职。哇，现在呢连批评都批评不了吗？好，介大使怎么看说川普现在在国际上是不是已经快要把盟友都得罪光了？他也不重视盟友他根本不觉得美国有需要这些盟友，他觉得盟友都是在怎么样，都是在剥削美国的。所以呢，他常常很清楚他说他们美国因为前面几位总统的智商都很低，就是他之前的总统都是一些跟他比的话都是智商很低啦。那说他们让所有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盟友们，对美国进行非常严重的剥削，所以使美国变成他们眼中的一个笑柄。这都是我都是听川普亲口讲这些话的所以他的脑袋里面觉得，越是这些跟美国称兄道弟的盟友那个吃起美国来然后吸美国的血那是更厉害的。所以他没有什么盟友概念所以那就是说他只有2种，一种就是欺负美国占美国便宜，一种是不欺负美国不占美国便宜。然后呢，不欺负美国不占美国便宜的国家目前不存在，所有国家都欺负美国占美国便宜，美国都是最委屈的，这是他的世界观。所以呢，他下手的时候没有说哎呦我跟日本是什么盟友，那基本上就是说你就是要给我这个买我美国的大米上次为什么不讲，这次又提一个新条，他说我上次没想起来这件事。所以现在各国跟美国在谈贸易谈判的时候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就是说你任何事情你都有个目标，对不对？我跟美国谈判，我把大家这个目标大家有个共识就停在那里可是跟美国谈判那个目标永远是叫什么呢？我们有一个俗语，它是一个叫 moving target，它的目标在不断动。你今天停到这里了，我打到这个目标，结果目标又跑掉了，又新出来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不可预测就是可预测的，你预测就是川普是不可预测的。对，他今天跟你达成这个协议，明天他又变了。对，今天说这个没有事，明天又变了。这是川普，事实上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事实上在跟全世界各国打交道。那你习惯就习惯，你不习惯就不习惯，你要想办法就想办法。那要不然你就是被他吃。你像今天我们这个赖清德他们去跟美国谈判，到了现在到底要投资美国多少钱也不知道。那你今天跟我们台湾老百姓说25%不是最后确定的，那什么时候会改成20%呢？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们是被吃的最惨还要我们是大概这个国防经费还要提到5%的唯一亚洲地方就是我们。那石破帽很硬美国说你要起码3%。因为日本可能到明年后年，它会达到2%的这个 GDP 的国防预算这个目标。那可是石破帽听一听美国讲说，没有人能替日本人决定我们的国防预算是多少，这个才算是一个有原则还有一点尊严像我们这个提起来真的不晓得怎么说了。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内政是一团乱。你认为？你把国民军、把坦克车、把这些这个重武器的，你就是开到华盛顿，对，华盛顿的治安会改善吗？不会改善的。我跟你讲，美国的警察的装备不会比你国民军差在哪里，训练也不会比国民军差在哪里。那些罪犯的话，他今天要出来，说实话，他要拿一把枪跑到哪里射杀10几20个人，你再派几个营去也没有用，除非你实行宵禁。
晚上通通不准出门，出门我军队就把你抓起来，然后你不接受命令我就把你枪毙，你能这样做吗？而且美国最严重的这个治安不是华盛顿市哦，特区哈，美国最严重的在什么洛杉矶，在芝加哥，在这些这个 Detroit 这些城市，那根本很多地方连警察都进不去的啊，我们就看你美国怎么整吧。对，最后呢，把这些国民兵当什么？当清洁工在用。对，但这个民怨呢就会更高了嘛。来，这个地方。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乱军引胜，这个我们马上就应验在美国身上。什么叫乱军引胜？孙子里面这一篇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不懂军事的人，不要去乱管军中的事务。你去乱管以后，把军队搞乱了以后，这变成让敌人有可胜之机啊。那你看川普现在是不是正在干这件事情？他自己把自己军队搞乱。你看我举几个例子，譬如说他用赫格塞斯，也不过就是一个福斯新闻的这种主持人居然用他当国防部长，他对军事你认为他懂多少第二个，你看赫格塞斯上来以后，他干掉多少美国的真的是有这种军事素养的人才，包括到他们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被他干掉，前阵子说是情报局局长也被他干掉整个把这些高层的真的懂军事的人就被他基于说是只因为这个 DEI 政策跟他们不符，就把这些人全部 fire 掉了。那我们看他实际做什么？第一个，我们看前阵子这个川普干了什么事？他先这个派去陆战队正式编装的陆战队进去洛杉矶干嘛？去抓移民这个不法的移民，他叫陆战队去抓，然后派这个现在来讲叫国民兵到洛城去抓这些游民或者打击犯罪那前2个礼拜，他还派他的海军军舰用了3艘伯克级的驱逐舰，还有1艘潜艇去干嘛？还有1艘这个陆战队的这种2栖攻击舰去干嘛？去委内瑞拉去打击这个毒贩。我心想，天哪，你是不是准备用飞弹去打那些这个运毒的这种船只？你本身有海警，对不对？美国自己有海警，你不去用，这个你居然用军舰去捕捉这个毒贩那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国民兵现在搞成这样，你是不是自己将自己军队这种军心士气整个搞乱掉？你认为说这些军队在街上这种镜头拍出来，这个军队能打仗吗？这种军队有没有士气？你把它当清洁工在用，那这时候你应该是好好去训练嘛。但是我觉得川普这件事情背后有他更大的阴谋在，为什么？你看他都从什么地方？他从这个共和党的州派共和党州的国民兵去民主党敌对阵营里面的这种州去那边做这些工作。其实我觉得明着是说去打击这个犯罪，其实具体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打击政敌，打击他可能下一任会这个共和党会参选总统可能的对手的可能对手，反而比较明显。然后用军队先给你镇压。来，彬哥，川普老实讲，跟他谈判绝对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他随时都在变。他今天这样说，明天可能又突然之间兴趣来，又继续追加，所以日本现在已经被他搞毛了。可是问题是，他毕竟还是强国，他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对各国来讲都非常苦恼。最近有一个国家也快撑不住，叫墨西哥。墨西哥那个薛恩鲍姆，本来大家都一直以为，因为他好像深得川普欢心，所以每一次美国一对墨西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关税惩罚或者其他的禁令的时候，薛恩鲍姆去跟川普讲一讲就化解。可是最近他也快撑不住，为什么？因为川普就一直不断的在叠加条件上去，加到墨西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困扰的地方。那同样的，川普既然采取这种策略，那世界各国一定是对他越来越反感，也会造成美国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孤立。我觉得这个是必然会出现的事实。那当然，川普本身并不在乎，川普的思维世界，他的宇宙里头就认为你全世界都要靠我美国，我美国最强，反正你们没有我，你们就会完蛋。可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恐怕慢慢变成川普不喜欢的样子，恐怕就变成这个世界没有美国也不会完蛋，就到最后可能这个世界就真的让美国变孤立。那川普现在正在走这一条路，那我们就看他到底能够走多远。因为美国的经济的问题恐怕在下半年都会一一浮现，到时候川普自己还能够坚持他这个作为吗？我们就可以仔细看下去。
不要随便贴标签哦，因为现在必须要看到一些警示的味道，尤其台美之间。好，为什么呢？因为国际上面还有很多的大事啊，大家不能只看台湾。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上合峰会登场了，是在8月31号到9月1号天津举行。好，当川普关税措施冲击全球贸易的时候，我们看到习近平跟谁见面了呢？普京、莫迪两人都有会面哦，他们是牵动了国际政治的新局势。好，我们就带大家把镜头转到这个天津哦，看到普京哦，罕见的待4天啊，参加上合峰会，那规模庞大，代表团也随行。好，他也会出席的是93阅兵。那我们说到这规模庞大的代表团，说这意义相当重大，包含了3位的副总理，还有10多位的部长以及各大的企业代表。好，普京到中国大陆哦，这行程也曝光了。俄国总理助理说，在华停留如此之久，相当的罕见。好，这是乌沙科夫说的，他说实属罕见。那普京怎么说呢？他接受新华社的书面专访时也表示说，现在俄中的经济关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准。他说，两国之间哦，结算几乎是已经完全的转向了本币。他说，自2021年以来，俄中的贸易额成长大约是1000亿美元。那普京到底这次来上合峰会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目标要达成呢？说有个大任务哦，就是要巩固俄中印的能源三角。好说现在要形成一个权宜之下的能源三角，希望俄中印的关系更加密切。那俄国更依赖中国来采购俄国的能源，那原本是向这个海湾国家来采购石油的印度，也趁着俄国这个油便宜之机哦，转向进口俄国的原油。好，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美国课征他们到50%的关税嘛。好，那莫迪到底这个时候到中国有没有味道呢？我们看到他抵达天津，好，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状况哦，因为这个印度侨民哦非常的热烈。好，他抵达天津之后是先受到了中方官员的热烈欢迎，随后到达酒店之后也欣赏了中国艺术家演奏西塔琴，还有桑图尔琴、塔布拉鼓等印度的古典乐器哦，特别找是印度的古典乐器哦，让他觉得说，我们真的很竭诚的欢迎你。好，印度侨民也是非常热烈的。但是我们看到他这次有跟习近平见面哦，那中印双边的会晤阵仗也曝光了。好，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习近平哦，中午是在天津的迎宾馆来会见莫迪，看到两个人哦，手牵手。手握手，好，然后印方呢大约是10人出席，中方有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蔡奇，还有外交部的部长王毅、天津市委书记陈明尔等人出席哦。那当然，现在这个状况哦就也很微妙，因为现在印度到底是要靠中还是靠美哦，真的是相当的三角关系。好，当然习近平会晤莫迪哦，也呼吁说这个中国龙、印度象要当好朋友。习近平提了4点的呼吁，我们看到他说，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彼此互信，扩大交往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说照顾彼此的关切哦，然后坚强和睦相处，加强多边的协作，维护共同的利益。那莫迪当然也说了嘛，他说面对世界经济高度不确定性，印中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要加强合作是十分重要的。那因为7年之后再访中国大陆，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也曝光了习近平的优先事项。这是华盛顿邮报引述分析说，习近平的优先事项是要确保莫迪展现出印度并不追随美国带领前至北京的态度。所以大家现在就讨论说，莫迪有没有什么盘算呢？是不是在中美博弈之中寻求夹缝中的务实战略转身？那到底真的能从对手变成伙伴的转变吗？并非这是短时间能促成哦。所以很多人说莫迪此行哦，只能说是先跟中方暖身。那到底印度这边会不会留后路呢？因为毕竟他可能未来还会跟美国好哦，所以他来了上合会，却缺席了93的阅兵。有人认为哦，近在咫尺却刻意缺席的动作，其实绝非偶然，可能有多重的考虑。其中一个也是美国是他们不敢触碰的敏感红线，可能也有这个因素。那印度哦，现在到底有没有跟美国展开报复呢？说是暂时排除了这个
硬碰硬的状态哦，说双方仍旧是保持一个正式沟通渠道的畅通。好，我们就首先问永明教授，现在中印美的关系，哇，实在相当微妙。其实我们把印度都夸大了，主要因为他最近跟川普闹翻了，是川普对他科50%的关税，中间25%对等关税，25%因为你买俄罗斯的石油，因为2021年的时候呢，他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只占他全部的进口的1%，就到了2024、3年后占42%，而最近呢要对他科25%关税，来到50%，印度还加买，他不止买，他还转卖，他还偷卖给别的国家，甚至给欧洲国家，所以川普不喜欢这种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者。同时，另外一个关键是什么呢？真的把印度看得太大，他偏向哪一边呢？影响不大。那就中美的G2体制，或者是俄罗斯跟美国在俄乌战争上面的这种对抗，其实印度你偏向哪一边，影响不大。为什么呢？印度虽然现在是号称第4大经济体，而且有可能在今年年底超越日本成为第3大，那就是4兆多一点，因为都是4兆美元。那中国大陆是19到20兆，那美国呢是28到30兆，所以这个第1、第2跟后面3、4、5、6、7、8差很多，差太多了。印度的整个制造业过去一直在讲印度制造。它到去年整个制造业占全国的 GDP 只有14%，中国大陆是27%，美国是10%，因为它制造业的外移嘛。日本是30%，跟中国大陆一样。我们台湾是33%，所以制造业的强才是你整个工业制造科技。那印度一直以来，那它去年的外来的投资 FDI 4亿美元都不到，而前年是7倍。大前年400亿，所以资金的外流非常严重，就表示大家在就是拜登时期说想要把印度作为中国投资的移转的另外一个基地，要大笔的资金进去，不到1、2年时间发觉到待不下去，不太可能。为什么？太多问题了，你们都知道。所以这也就是说，当今天印度它是因为莫迪了。莫迪对印度的工业跟经济发展是有帮助，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是比较夸大印度的角色。那你想想看，而且他懂得玩这个左右逢源的外交。他在来中国大陆之前他说好，我不去93，因为可能会激怒华盛顿。然后去之前呢，他先到日本，跟日本要了630亿美元，1兆日元的投资。你看，日本就是因为你要接下来去中国，所以要拉印度。同时呢，他在去日本之前，他还跟美国开了一个2+2，就2个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的会议的高资深官员会议，所以他喜欢这个样子的左右逢源、投机会主义。那没有关系，有一些国家就是有这种角色、有这种机会，其实这也是他的长处。但是呢，他的基础跟他的整个策略呢，却没有办法加大，比如说它的基础建设、它的教育设施、它的法规的透明化、它的竞争力的提升、它的人才的这个教育各个方面，它的现在农业人口占整个 GDP 的就业人口将近还是40%，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印度他自己把自己看得很大，那你就可以理解。其实我也蛮喜欢印度，我去过4次印度，我喜欢跟印度人辩论。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喜欢辩论，因为印度教没有一个单一的圣经，那就是说他们每个人对这个解释都会有一套，所以他们很喜欢辩论。那我喜欢这样子的一种就是精英主义，但你知道他的精英主义建立在他的种姓制度上面，所以那个变成这个社会很大的钳制跟这种约束，这也是印度它的社会宗教的特质。可是呢，我觉得也是限制到它走向更加的平等主义、平等化的这种教育基础建设跟经济工业的发展。但是呢，它还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还是南亚最大的国家，所以对它的重视是需要，但有的时候呢，要有对它正确的认知。好，接下来我们请问的是洪庭议员。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会议我觉得主要是穆迪跟普丁的针对所谓的中美之间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战略杠杆的操作。
所以其实穆迪想的跟普丁想的其实都是一致的，就是世界上其实如果以武力来讲，世界上其实只有3大国家而已，就是中国、美国跟这个俄罗斯能够真正拥有所谓的这个战略自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印度的问题在于，他最近跟川普的关系非常的紧张。那这个关系的紧张来自于他的不得不为。其实说老实话，其实你真的要论问题，问题其实出在川普啊。川普的单边主义跟川普的美国优先主义，其实造成了他现在在跟全世界交往的过程当中，那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秩序。所以你过去我们大家在讲说，你看印太战略，印太战略，为什么印太战略里面要加入印度？其实就像有明老师讲的，其实印度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印度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它的人口即将超越中国，变成全世界最大。所以印太战略其实从人口的角度来做一个 balance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格局，它其实是用人口来做一个它的一个战略目的。大家不要忘记，全世界60%几的人口是在亚洲的，所以在做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结果川普居然要向印度去磕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税率。其实印度用俄罗斯的原油也有它的本身先天的问题，因为俄罗斯的油便宜，比市价大概是市价的80%。那对印度来讲，光2024年他买俄罗斯的油，他整个省大概就200-300亿美金了。那这200-300亿美金其实对穆迪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这200-300亿的美金如果回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印度的话，它会造成它的什么通货膨胀啊，所以他也在抗它的通膨。更不要忘记一件事，穆迪现在不是他最强的时候，他自己也被所谓的民粹主义所驱动。过去他是靠对中国的民粹主义获胜，然后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民粹主义相对比较减少的时候，对美国的民粹主义开始了，就是说我不能让川普予取予求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穆迪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告诉美国，就是说你的印太战略里面，你必须要我来作为你的 partner， 不管是based on所谓的这个 location，based on 所谓的人口，我都很重要，你不该这样对我。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它的底气在于，目前印度对美国的出口基本上占最大的是什么？是 iPhone 啊，是 iPhone 跟药品这2件事情，其实川普都不太敢瞌睡，因为这磕下去以后回向回去，会反映到所谓他的消费者身上，他的后坐力非常大，那反而是美国人自己倒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你可以看到穆迪在玩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普丁当然，普丁我觉得是最近他最大的赢家，他又获得了跟美国跟川普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对于俄乌战场上，他也并没有损失多少，而且他甚至拖延的时间，能够继续的攻城略地。那现在回到中国，最大的重点其实很简单，因为过去所有自从俄罗斯被制裁之后，很多可以转运的或很多detour的这些部分，它都要靠中国。那中国在其他地方因为所谓的这个美国的关税而减少了出口，它也必须靠俄罗斯跟乌东战场这边，它来去做所谓的相对应的一个补偿，或者是未来有机会靠印度。所以中国是需要俄罗斯跟印度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普丁现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一方面先去跟川普这样子，这个勾底一下，现在回来，那你有看到从整个角度上来看，你可以看得到，他很聪明的是，他跟川普是他个人2个人1对1，可是他跟所谓的这个习近平，他是整个包括3个副总理，是他整个国家的整个行政单位一起的连结。所以从这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普丁还是在玩一个所谓的联中，然后呢对美国去做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这是他最聪明的地方。所以普丁跟所谓的穆迪都在玩一样的手法，在美中之间去做回旋。好，我们接下来问左教授。好，这一次当然大家都很关注普丁了，因为他带了3个副总理、10多个部长啊，然后你看他安排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所通缉的对象，所以他能去的地方有限了。那这一次能够在中国大陆见到了这么多国家的元首啊、总理啊，所以他把握机会跟他们这个对话，包括其实不只是这个像穆迪啦，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啊，那还有这个伊朗的总统。那当然，大家整个西方媒体最关心的就是2个，一个是普丁跟莫迪的会面，另外一个就是普丁跟金正恩的会面。
那莫迪最主要，因为就刚才前面这个杨老师、洪庭议员都讲到了嘛，大家现在都很关注印度怎么在中美之间摇摆。那当然，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杠杆啊。那不过他们两个谈有个具体的事情，就是普丁在今年12月会去印度访问，所以他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印度也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成员，所以也不用通缉他，也不用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压力下去通缉他，所以普丁会到印度去访问。那当然很显然，川普到了那个时候，他的对于印度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会不会调整，就会影响到莫迪到时候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作为，包括对俄罗斯的石油的购买，以及跟俄罗斯会不会有更紧密的关系。这是当然第一个观察。第二当然就是普丁跟北韩的这个互动金正恩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头，他们双边也有一个这个双边会。最近金正恩特别接见了这些从俄罗斯从乌克兰战场上回来的北韩的战士、阵亡战士他们的这个骨骸、他们的家属那我想这个他就等于也是做给普丁看嘛，你看付出了这个实际的代价，那是不是双方应该要有更进一步的合作？不过当然有一些比较值得观察的比较细微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一场这个局里头，他当然很显然他是东道主嘛，所以他赢得了最大的这个关注。而且你看这几天习近平有这么多国家元首陆续跟他会面那非常非常多的双边会谈。可是呢，有一些细微之处也值得我们观察是什么？比如像欧洲的代表，过去在2015年70周年的时候，那个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欧洲国家是有派部长了，有的国家有派部长来，比如像澳洲有派部长来然后这一次呢显然没有，或者有一些大使会参加，但这一次没有。那很显然跟普丁有关系。同时像印度跟巴西上次都有派部长来，这一次他们也没有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一盘这个算盘打起来其实跟俄罗斯走得太近，对中国大陆来讲也是利弊互见的，就是因为跟俄罗斯走得太近，反而某种程度会疏远了欧洲国家那所以这个里头如何去拿捏，当然下一步就看这个到93阅兵的时候西方国家怎么样的反应。好，除了看亚洲国家之外大家还是很关心美国这边因为川普真的是不按牌理出牌，但最新网络上传说这川普是不是有死讯啊？真的是大大问号有人说川普死了，结果正好也看到副总统范斯说随时准备接任。好，不过78岁川普现身白宫，打破了谣言。好，不过我们先看到这个 Trump is dead 这个贴文在 X 上流行的趋势超过了15万则的贴文 tag。好，那再加上范斯在27号接受今日美国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发生了悲剧，他已经准备好要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然后大家又看到川普的手上出现了这个淤青的照片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导致外界对川普的健康状况猜测还有质疑很多。好，但是我们看到30号川普当然就出现了嘛，他身穿着白色的 polo 衫，戴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帽，现身自家的高尔夫俱乐部，打破了谣言。好，那我们再看到是川普现在关税到底是不是碰壁了呢？因为说违法，什么判他违法呢？他的这个部分就是在美国这边的司法是说，川普这个关税判是违法的。那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上面也贴文说，所有的关税都还有效今天一个高度党派色彩的上诉法院错误的宣称我们的关税应该取消，但他们清楚美国最终一定会胜利好，但是现在这个关税的部分现在判违法，不过给予宽限期到10月14号。那汽车跟钢铝类不受影响。那因为仰赖这个法实施的10%的基础关税跟对等关税，乃至对中国还有墨西哥课征的芬太尼关税等等一系列，都被这个上诉法院认为是违法的。好，那川普当然现在不会这样觉得嘛。那我们看到特斯拉还有波音也倒戈，加剧了美国政经的分裂。就是马斯克在巴黎科技展的时候公开批评说，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关税。那他也说，这个
政策其实相当的扭曲，而且毫无必要。那也强调说，特斯拉不需要依靠关税保护竞争力。好，有一点杠上了齁。好，再看到波音跟通用汽车他们的产业巨头也联名致信国会。说现在对于3兆美元的商品课征25%的关税，恐怕会有后续的效应哦。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经济灾难。那现在到底法院终止了这个川普关税，说认定违法之后，那贝森特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怎么回应呢？我们大家看一下他是警告说这个举动，也就是说上诉法院的举动是个危险的外交难堪。他说裁定总统川普的全球性关税违法，将会严重的伤害美国的外交政策。好，财政部长突然变成外交部长哦，说这是美国会伤害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美国媒体也揭露说，现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都陷入一个困顿，还在观望。那中国犹豫谈判是否要让步嘛？好，所以现在日本跟韩国也还没有签署一个这个书面协议，将放缓脚步。那配克50%关税的印度现在肯定是在庆祝了，就想说哈哈哈，你自家的这个法院司法都认为你是违法的，我们就静观其变。好，那在日本这边又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官员访美喊卡，现在说原因曝光了。这是日本的谈判代表赤泽亮，原本是28号访美行程，却突然取消了。背后的原因竟然是美国是希望在总统行政命令当中要纳入日本扩大购买美国的稻米，要降低农产品的关税这些争议要求，就引发了日方的强烈不满。好，那我们就看到美国这边也有限制中国嘛，但是讨不到便宜，像是三星、SK、海力士晶片豁免都被撤销了。好，那撤销之后呢，中国大陆部的这个商务部就说，美国这个举动现在就是一己之私，将出口管制工具化，对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都相当的不利，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中国这边呢，现在看到日经报道说，北京、上海两地正在快速的提升国产的 AI 晶片的自给率跟使用率，将提升到70%以上，甚至是100%。那将辉达晶片从中国市场上要全面的替换掉。好，所以中国现在在科技上面也是急起直追，他们成功的研发全球首颗全频段的6G 晶片说现在这个测试晶片已经在全球首颗要支援全频段的工作 6G 测试晶片。那说这是中国在第6代移动通讯技术上研发取得一个领先的地位。好，这个川普用关税战打，但是中国这边当然私下的有在慢慢的运作，像是鸭子划水一样。好，我们首先问尤明老师，川普是生病了吗？他的医生说那个是叫做慢性静脉功能不全，其实这个大概是老年人就70岁以上甚至三高或者是肥胖，就是你的血管开始这个有点退化，因此呢，你的血管末梢或者是你的下肢就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阻塞。那这些情况呢，大概在老年人身上都会有，所以你看到他的手上的那些血管会比较明显，甚至有一些这个青色。那但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呢？那如果说川普真的不能行使总统职务，范斯上来跟他现在的那个内阁的组成，上次我们看到他开那个内国会议那个是前所未有，每个人都在表现如何赞美川普的领导能力，把他当作神一样。那这样子的美国，那当然你会非常的担心。不过你也担心川普这个关税能不能延续下去，因为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纽约的美国贸易法院、国际贸易法院就判4月初的时候，川普的对等关税还有芬太尼关税用的1972年叫国际紧急经济法案给予总统，因为紧急事件你可以针对一些经济的议题采取短期性、因应性的这个作为。结果川普就用这个法案来去做185个国家的对等关税。那你看到后来变成这个样子，还有呢芬太尼关税。5月份那个国际贸易法院说这个违宪，因为宪法的第1条，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说，征关税是国会的权利。1930年造成世界经济大萧条就是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案。所以呢，他说这个行政部门不可以这样做，你只能短期的，结果你是长期全面性的，所以这个违宪。8月30号就前几天，
那上诉法院7-4认为这个是违宪。那川普现在就担心了，万一真的被判违宪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川普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会上诉。你只要在10月14号以前上诉到美国的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难道不会去看这个到底违不违宪吗？当然会，但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里面6个是共和党籍的，那中间大概有5个还是川普提名的，那所以过去几个判决通通站在川普这边，所以美国的法律有一点政治化倾向，这已经很严重了。但是呢，重点不是在它是不是合法的问题，而是今天这个关税马上到今年的第4季10月以后，它就会出现这个通膨的效应跟压力了，它会对美国的经济产生影响。所以为什么联准会一直不愿意降息？那它也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你看日本就觉得哇，你管太多了，你压榨太多了，你根本来剥削我，所以呢，也不愿意再去跟他谈到关税的问题。我觉得接下来川普的关税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在他自己经济跟全球的反应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刚刚提到关税问题现在川普被司法这部分是判违法的。好，那这部分我们再请左教授说明。好，第一个当然这个关税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现在被判违法的这部分，因为这部分当然会继续上诉嘛。可是还有一部分是可以被切开来的，就是所谓的这个232条款232条这个部分，因为232条其实它规定的是说如果是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可以指定某项产业的进口品呢会冲击到国家安全，那么因此而禁止这些进口品，或者对这些进口品呢课以高关税。他现在处理的呢，目前像钢跟铝、汽车都是从这个而来的。那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产品被列入这个232条款里头，比如像是半导体大家讲的，比如像药品甚至是这个卡车。那么这些东西，这些品项呢，其实涉及面非常非常广，包括台湾也是会受到232条的这个影响啊。那当然，日韩就认为说，232条呢，其实应该是原来他们谈的那个15%里头就应该涵盖，所以232条呢，你未来232条这些东西仍然应该是根据双方前面所谈的15%，不能超过15%。可是川普现在透露出来的意向是说，不对，对等关税是对等关税，232条是232条，所以232条这个部分是不可以谈的，我要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因为这里头就牵涉到说，刚才讲到说这个关税权是国会的，这个是没有错，因为原来它本来宪法是这样规定的嘛，所以当然这个还要再打。可是他现在232条，他强调的是什么？紧急状态啊，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我为了因应国家的紧急状态，我把某些产业的进口品呢，把它限制进口。那这个里头就因为国家安全本来就是总统的责任嘛，所以他有更大的这种所谓的恣意跟裁断的这个空间。因此，我觉得这个法律战本身就很复杂，可是各国可能都要这个抱着脑袋烧，因为原来谈那个15%，万一川普说这个不算，那可能就很麻烦。不过更麻烦的是美国的中小企业。因为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中小企业是哀鸿遍野啊。那像这个中国大陆的进口品已经这么高关税，现在印度的进口品也很高关税，所以他们说到现在为止，中小企业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定价，所以他们现在要求美国政府纾困了。但是美国政府到底会不会纾困呢？过去有对银行纾困，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现在会不会对中小企业纾困？我觉得川普很难了，因为如果对中小企业纾困，就表示什么？他的关税是彻底的错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会是这个参议院众议院开议之后新的角力战。好，这角力战相当复杂，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想美国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民主的国家啊！你看喊川普死了，没什么人有反应，而且 Twitter 有这么多的这个转载的贴文。那你要是喊陈菊死了，打个问号，是不是4个小时远景就到你家了？所以美国毕竟还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民主国家。不过这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体现一个国家它面对这些消息啊这些部分，那它怎么样去面对，它怎么去因应。那回过来讲关税，我觉得现阶段川普如何去面对所谓的这个法庭的这样的一个争议，其实是可以被大家视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因为过去大家在看就是说，
你川普做这个对等关税是好像是为了要解决你美国的国债啦，跟你的财务金融结构的问题。可是大而美法案通过之后，大家想说，哇，你减免了未来4-5年，包括大概4兆美金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所以你根本不是为了省钱啊。那如果你不是为了省钱，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那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很怀疑。那普遍私人企业最大的忧心，跟很多历史经济学家的忧心就是，如果对等关税继续进行，会不会重演1930年代斯姆特霍利法案所造成对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也就是明年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经济上面的大修正？那这是所有国家都很担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法庭开出了一个门，告诉川普，就是说，我给你的紧急授权并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现在是滥用，